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我们每个人对炎症都不陌生，手上不小心划伤的伤口可能会发炎，感冒的时候扁桃体可能发炎，吃坏了肚子会有肠炎，还有令人感到难缠的关节炎。总之，全身各个器官组织都可能会出现炎症，只是轻或者是重罢了。虽然炎症能在受伤的时候保护我们，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慢性炎症与很多的慢性病相关，如肥胖、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牛皮癣、类风湿关节炎、癌症等。而食物可加剧或者是改善体内的炎症状况，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吃一些抗炎的食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炎症带来的疼痛，也有助于身体健康。10种抗炎食物。盐。盐是我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物质，它除了能够调味外，很多人都知道盐水还具有消炎的作用。有不少口腔炎症感染或者是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都会用盐水来漱口，来缓解病情。也有一些人每天都坚持喝一杯淡盐水，这样做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每天喝一杯淡盐水能够保护口腔内的卫生，因为盐具有杀菌的作用，而口腔内的环境较为湿润，再加上残留的食物很容易滋生口腔细菌。喝淡盐水有助于杀灭口腔内的细菌，预防口腔的疾病。其次，每天喝一杯盐水有助于排便，保持大便通畅，减少便秘的发生。排便通畅了，还能够改善皮肤的状况，使皮肤变得透亮光滑。最后，每天喝一杯淡盐水还能够帮助去火。盐本身就有清火的作用，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可以帮助去除体内的虚火。不过有些人喜欢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喝一杯淡盐水，其实这并不养生，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体内是非常缺水的，但是淡盐水中含有钠，容易使人体加重高渗性脱水的情况，让人感觉嘴巴更干，更想喝水。此外，早上也是人体血压升高的首个的高峰时期，如果这个时候喝淡盐水，容易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因此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最好是喝一杯温开水。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是有好处的，但是肾功能不全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就要避免了，以免加重病情。2. 脂肪含量高的鱼。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类，如金枪鱼、鲑鱼、鳟鱼和沙丁鱼等，对消除炎症很有帮助，应该纳入你的抗炎饮食。每周应该吃鱼2到3次，就可以达到效果。经常吃这些鱼类可以有益健康并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同时具有的抗炎特性能够减少身体的关节疼痛和僵硬，而且鱼也是维生素 D 的极佳来源。维生素 D 也是一种必需的营养素，缺乏维生素 D 也会加重膝关节和背部的疼痛，甚至导致关节炎。3. 西兰花。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研究发现，西兰花含有的莱弗硫烷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通过降低细胞因子 NF-κB 的水平来帮助身体对抗炎症，其中 NF-κB 是严重的驱动因素。4. 甜椒。甜椒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C， 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其中甜椒含有的抗氧化剂胡皮素能够减少结节病患者的氧化损伤标志物。5. 番茄。番茄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C， 一项的研究发现，喝番茄汁能够明显的降低超重女性的炎症标志物。6. 樱桃。樱桃不仅好看又好吃，它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功效，抗炎。美国密西西大学试验证明，樱桃的抗炎效果可以与某些的药物媲美。慢性肺炎患者饮用樱桃汁，每天2勺，连续2个月，其炎症的症状就能够得到明显的减轻。7. 姜黄。姜黄有浓郁的泥土味，是一种香料，一般在咖喱和一些印度的菜肴中比较常用。姜黄中含有的姜黄素具有很强大的消炎作用。姜黄能够减少和糖尿病、关节炎以及其他疾病相关的炎症。8. 特级初榨橄榄油。
特级初榨橄榄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在一项有关地中海饮食的研究中发现，每天食用50毫升橄榄油的人能够显著地降低 CRP 以及有些炎症的标志物。此外，相对于精致的橄榄油来说，特级的初榨橄榄油具有更好的抗炎作用。9. 金银花。金银花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是一种有悠久历史常用的中药材。金银花的药用价值非常的广泛，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现代的研究发现，金银花含有的木犀草素苷、绿原酸等的活性成分，对金黄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的多种致病菌和上呼吸道感染的致病菌、病毒等都有比较强的抑制效果。10. 鱼腥草。鱼腥草作为中国药典收录的其中一味草药，用途也是非常的广泛。鱼腥草性寒凉，味甘，归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消肿疗疮、健胃消食、消热止痢、抗病毒抗菌以及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功效。鱼腥草特有的消炎作用，主要是在鱼腥草挥发油中含有鱼腥草素，这是鱼腥草主要抗菌成分，对于支气管炎、慢性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都有较好的疗效。不过，在生活中也有一些食物容易加重炎症，要注意避免食用。5种食物容易加重炎症，最好要避开。1. 高脂食物。研究表明，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能够促进体内的炎症的发展和发生。奶茶、饼干中含有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还有一些加工类的食物中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对于患有鼻炎、关节炎等慢性炎症的人来说，一般要控制减少摄入这类的食物。2. 油炸食物。美国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减少油炸食物的使用量也能够减少体内的炎症标志物。因为大量的油炸食物都是使用反复煎炸过的油，就会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所以要少吃油炸食品。3. 甜食。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营养学家维多利亚·德雷克认为，精制面粉的食物容易生成促炎因子，导致升高血糖速度加快。高血糖会加快炎症反应的发展，因此也要尽量的少吃甜食，比如甜饮品、蛋糕、甜面包等。4. 加工肉制品。加工肉类中含有的多聚芳香烃和杂环胺等的物质会产生促炎的作用，比如火腿、腊肠、培根、热狗等的食物都富含饱和脂肪酸，容易加重炎症。最好用新鲜的肉类来代替加工肉制品。5. 过量饮酒。虽然酒精外用能够起到消灭细菌病毒来减少感染的作用，但是过量饮酒却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炎症。要抵御慢性炎症，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开始改变，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对于一些小问题，不妨试试具有消炎作用的天然食材，同时还要远离会加重或者是诱发炎症的食物。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